你知道吗？就在前几天，NASA 正式宣布，一位工作了11年的宇宙侦探死亡了。他没有死在发射途中，没有死于撞击事故，也没有死于设备老化。他是在调查一起案件的时候突然失踪的。半年之后 ，NASA 确认他再也回不来了。更离奇的是，他调查的这起案件发生在40多亿年前，受害者是整颗火星，而凶手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渐浮出水面。听起来有点悬，但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。事情要从2025年12月6日说起。那一天，距离地球数亿公里之外， NASA 的 Maven 探测器正在火星轨道上执行任务。对于 NASA 来说，这原本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，因为 Maven 已经在那里工作了11年，它的设计寿命只有1年，结果超额服役了10年，可以说是 NASA 最能打的老员工之一。当天，他按照惯例飞到了火星背后，无线电信号暂时中断，这很正常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生。NASA 的工程师们并不担心，因为过去11年里，每一次他都会重新出现，然后向地球发送一句熟悉的问候：我还在。然而这一次什么都没有发生，1分钟过去，10分钟过去，1个小时过去，依旧没有信号。NASA 开始呼叫，没有回应，再次呼叫，还是没有回应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深空网络不断搜索，故障专家反复分析，各种恢复方案轮番上阵，结果却始终一样，宇宙深处一片沉默。第30天没有回应，第60天没有回应，第100天依然没有回应，直到第180天 NASA 终于做出了最不愿意承认的决定。Maven 任务结束，这位陪伴科学家11年的老伙伴永远沉默了。说实话，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，我最大的疑问其实是，为什么 NASA 如此执着，半年时间持续搜寻，持续尝试恢复通信，仅仅因为失去一艘探测器吗？后来我才发现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，因为 Maven 从来都不是一艘普通探测器，它承担着一个极其特殊的任务，寻找火星死亡的真相。注意，这里说的死亡不是探测器死亡，而是整颗星球的死亡。因为今天的火星看起来就像一座废弃了几十亿年的世界，平均气温零下60多度，空气稀薄到不足地球的1%，没有河流，没有湖泊，没有海洋。放眼望去，除了红色沙漠，还是红色沙漠。可问题来了，科学家越来越确定，几十亿年前的火星根本不是这样。它曾拥有河流，拥有湖泊，甚至可能拥有覆盖大片区域的海洋。换句话说，火星曾经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像地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曾经有那么多水，为什么今天全没了？如果曾经拥有浓厚的大气层，这些大气又去了哪里？到底是谁杀死了火星？而 Maven 就是 NASA 派出的侦探，他在火星上空工作了11年，只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。最开始，科学家怀疑过很多嫌疑人，有人认为是巨大小行星撞击，有人认为是超级火山活动，还有人认为是剧烈的气候变化。但随着 Maven 不断传回数据，这些嫌疑人一个接一个被排除，真正的凶手开始浮出水面。而这个答案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可怕，因为凶手既不是某次灾难，也不是某场浩劫，而是太阳。准确地说，是太阳风。很多人听说过太阳风，却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可怕。太阳并不是一个安静燃烧的火球，它每时每刻都在向宇宙喷射大量高能带电粒子，这些粒子以极高速度冲向四面八方，形成一场永不停歇的宇宙风暴。而地球之所以能够安然无恙，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重要的保护伞——磁场。当地球磁场拦住太阳风的时候，我们甚至能在极地看到绚丽的极光。可火星不一样，几十亿年前，火星失去了全球磁场，从那一刻开始，它就像一座被拆掉屋顶的房子，彻底暴露在太阳风面前。Maven 发现，直到今天，太阳风依然在持续剥离火星大气。就在你看这期视频的时候，火星的大气依然在不断逃向太空。听起来似乎没什么，但真正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。
这种过程不是持续一天，不是持续一年，而是持续几十亿年。你可以想象，有人每天从湖里舀走一杯水，第一天看不出变化，第一年依然看不出变化，但如果持续几十亿年呢？最终，整座湖泊都会消失。火星就是这样死去的，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悄无声息。大气越来越薄，温度越来越低，液态水逐渐消失，最终一颗可能曾经适合生命生存的世界，变成今天这颗寒冷荒凉的红色星球。而 Maven 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帮助人类确认了这个过程。某种意义上说，他找到了一份迟到了40亿年的死亡报告，也正是在完成这项使命之后，他失联了，然后永远沉默了。但相比火星的过去，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：为什么科学家如此重视这项发现？因为研究火星，最终研究的其实不是火星，而是地球。很多人觉得地球是和生命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可从宇宙尺度来看，这反而是一种幸运。火星曾经拥有磁场，后来失去了；火星曾经拥有浓厚大气，后来失去了；火星曾经拥有大量液态水，后来也失去了。那么地球呢？地球当然不会在短时间内变成火星，科学家也没有发现类似风险。但火星至少提醒了我们一件事：一个世界的死亡未必来自一场灾难。有时候，真正可怕的不是毁灭来得太快，而是它来得太慢，慢到没有任何一个生命能够亲眼看见全过程，慢到几十亿年后，只剩下一颗沉默的星球，替历史保存着答案。而 Maven 用了11年时间，跨越数亿公里，帮助人类读懂了这份答案，然后安静地留在了火星轨道附近。如果未来某一天，人类真的踏上火星，甚至把火星改造成第二个家园，或许不会有太多人记得 Maven 这个名字，但人们会记得，曾经有一位宇宙侦探花了11年时间追查一起发生在40亿年前的案件，并最终找到了凶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未来人类真的拥有改造火星的能力，你觉得应该把火星重新变成一个适合居住的世界，还是保留它现在的模样，作为宇宙留给人类的一份警告？你会选哪一个？这里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类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们从未停步。